叶小姐，你不能走！陆小，这是我们侯爷了，放他走。侯爷，嗨，原来是个误会啊！我还以为你真的喜欢上我了呢。既然是弄错了，那就算了。你是要去找那个叫穆子期的人吗？你快去吧，别耽误了。小侯爷，对不起。你和我之间有什么可说对不起的呀？迪儿，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你喜欢什么，我就送你什么。你不喜欢的，我一定不会勉强你。我这个人一生虽然荒唐任性，但我就有一个好，说话算话。放开与那曾经，只为守护。在我遇见你之前，岁月凌乱无言。我看你多一眼，我却更愿用生命铸剑。黑暗吞噬你的所有信任感。你不拆了桌子就走啊！会离不回首的。翠翠，你有没有办法变出点鲜花？表白的时候不能没有鲜花的。还有一件东西是必须得要有的。什么？秋千椅。你别进去，里面也没什么惊喜，咱再逛逛。什么惊喜啊？我为何天空这条路？千万里算去，在你泪滴滑落时放逐。释然无数片，为你守不住，连你书都想
关注，相思中我手绝处，今生回过是别招数，别哭，我怪你手心微怒，风声不闻。万事之中你向我凝眸，是我曾重生的义务。爱过你让我一生满足。无情缘故，我也天空着将你拥住，千万里送出泪滴划过我心放逐，世人无数天为你深处，连书不相碰触，相思掠过白首却无踪。今生回顾悲苦是招数，别哭，我怪你手心微怒，风声不闻。万事之中你向我凝眸，是我曾重生的义务。爱过怎么哭成这样？我一生满足。子期，你不是走了吗？说什么？鱼儿是因为带了镯子才愿意嫁给我的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镯子虽瞧不出一丝妖气，却邪得很。祁连山的妖女就是用它蛊惑了你父亲。我不信，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。当年朝野内外、后宫上下，有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娘娘和未登基的陛下。你父亲与妖物有染，这怕是娘娘最不愿意提及的往事了。这镯子就当我没见过，你趁早毁了它，别惹娘娘生气。切记，远离妖邪，万不可招惹灾祸。我说呢，林小姐也不像是脑子坏了的人啊，怎么就突然爱上侯爷银了？这下就合理了吗？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也对我一见钟情？我没有。哎呀，他不值钱的。小侯爷，我们成婚吧。鱼儿，你喜欢那个叫穆子期的？没有，我喜欢的是你啊。新夫人真美啊！先主人要是还活着，瞧见这么漂亮的儿媳妇儿，也定是高兴的。若诗的父亲是个怎么样的人啊？先主人少年英才，风流倜傥，而且性情又温柔随和，春风细雨。当年啊，在京城是最受追慕的美男子呢。难怪若诗也温柔体贴，长得好看。侯爷的脾气同他一样好，长得可不如他。只可惜这么好的一个人，还是英年早逝了。是啊，当年太妃娘娘给先主人安排好了婚事，先主人说要在成婚前外出游历，这一去便是1年多。回来的时候像是变了个人一样，终日郁郁寡欢，醉生梦死，国事家事一概统统无心过问。后来又遇到了刺客刺杀，险些丧命。
大概呀是受到了惊吓，没多久便卧床不起，去了。是什么人刺杀了侯爷？刺客好像是个小孩子。小孩子？听说只有6、7岁吧，与当日侯爷岁数相仿，差不过1、2岁去。我听闻也是6、7岁，穿得破旧，头上却系了条古怪发带，又凶又狠，像是小野兽一般，咦，怪瘆人的。发带是多少年前的事情？约莫是10多年前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千万别告诉别人。当年我兄长在青天剑当差，他说过，那个刺客好像是从什么麒麟山来的，是个妖物啊！妖？对呀。有刺客！就是为了查清楚当年麒麟山的真相。麒麟山？麒麟山，好像曾经是我家。子期，当年发生在麒麟山的事，很可能与他的身世有关。新夫人要去哪儿？不要紧，是要找朋友。哎呀，新夫人，有什么事能比今日的婚礼要紧啊？是啊，先办完再说不迟。宾客们都已经前往兴善殿等着您跟侯爷了。对，我和若氏的婚礼比较要紧。新夫人，给您把镯子换上吧。坏了，侯爷，你小姐还能无年更衣呢，今天可是要换喜镯呀。侯爷，侯爷，你来了。鱼儿，鱼儿，鱼儿。